大家好，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讲说如何上板哈。那介绍一下不同的东西哈。这是一颗之前给你们看过，这个是一颗红玫瑰哈，它其实已经长满了高芽，你们看到都是高芽哈。这个都是高芽哈，这个看得清楚吗？哈，这个芽已经长一阵时间，你看它一根都长出来了哈。这是高芽哈，这个也是高芽哈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是高芽哈。那这种红玫瑰呢，在这个季节很容易长高芽哈，也是你最好去做板子的时候。那除了这个红玫瑰植株之外，你还需要什么呢？这个是铝线哈。那这种是细铝线哈，这细铝线是主要是来缠，像我喜欢用铝线来做，因为铝线可以去缠住那个简单来说缠住植株，把它固定在木板上哈。那粗的铝线是干嘛？粗的铝线是主要是做那个你到时候钻孔以后可以把它吊起来用的哈。所以两个的功能不太一样哈。那细铝线的话，它的我觉得缠的效果比较好，因为它很软，很好去做缠的动作哈。那这是其中一种上板的材质，这个是木片哈，这是树皮哈。如果常看我的频道，你应该知道这是树皮哈。那树皮在前几天有人问说，这个去哪里买？我是在中部的资材行买的哈，在田尾那附近的资材行买的。其实它并不是这么好买哈，有时候你像台南也有卖，但是台湾只有一家资材行有在卖哈。那通常卖，因为我们这种树皮通常都很小，那种小小的都是当做那种材料在使用的哈。那这比较大的比较难找了一点点哈。那因为它这种枝比较麻烦，因为它是卖一袋的，一袋头有时候有大有小，然后你也没办法选哈，所以很麻烦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就必须靠运气了哈，有大有小，有时候真的非常小哈，那小到后来我就把它打碎，然后去当那个直接当树皮使用哈。好，那第三个是这个哈，这个是水草哈，一样的水草哈，我这个水草是来自智利的哈，智利的水草哈。好，那还有这个剪刀，那打火机哈，打火机是要为什么呢？打火机主要是拿来消毒用的哈。对于这种上板的我觉得最重要是消毒了哈，因为你在剪的时候很容易把它，你等一下把它剪断以后，它的筋就会受伤哈。那你受伤，如果你不做消毒的动作的话，有时候很容易你的母猪就会得病死掉哈。以前常常出现这种状况哈，多一次消毒，减少一次那个细菌感染的机会哈。OK， 那还有另外一种材质是这个材质哈，这个是木片哈，这是木板哈。那这种木板就比较好找了哈，这是木板哈，这是松木板，应该是松木的吧哈。它的木片的木板哈，那这种木板呢，其实这有大有小，像这个是大的哦，非常非常大哈。OK， 非常大，这个大概有40-50公分哈。这个小的就是大的去切下来的哈。那这种木板呢，其实也可以用很久，就是不太会坏哈，品质非常的稳固，也很稳健。比较麻烦的是它很容易因为材就这样小小的哈，种上去没多久它根系就跑到外面去了哈，所以要看你的锯的大小。像这种小型的，我大概就会用蝴蝶兰哈，蝴蝶兰它的根系比较容易让它跑没有关系哈。那大的我就比较喜欢用在这种倒吊兰这一类的东西在上面哈。OK。那今天怎么弄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假设你上板好了，然后种植的1-2年以后会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颗哈，好，这一颗哈，这一颗是种了大概2年的时间哈，当然这一颗跟这个品种不一样，这一颗是18磅哈，那一颗是天空石虎哈，类似天空石虎那一个品系的哈，久了以后，你看它的根系就会攀上去了哈，这是攀上去，整个都攀上去，这个都是根哈。那根系攀上去是它的成长的状况就会比较好，你们看到它的根系就是这样长上去，攀上去就很自然的感觉哈。这个就是上完板后大概2年的状况哈。OK， 好，那还有一颗大概1年左右大概会怎么样呢？这个就大概在1年左右的状况哈。这个也是一颗18磅哈。那去年是它的高芽哈，这个是它的高芽。然后去年长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把它钉到板子上去了哈。那这个是去年的芽带这么长哈，今年应该就会拉到1倍以上的哈。基本上上芽上板以后，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，它才会成长到很大颗哈。1年大概能长到这样子，就算还不错的状况哈。当然我看过那个超级高手可以1年种非常非常长哈，那可能就比较例外一点，比较少看到一点哈。OK， 这个就是种1年的结果哈。OK， 好。
那接下来呢，要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就是先拿你的剪刀，然后记得要消毒哈，这个是打火机哈，记得要把它烧到热了以后呢，再去做剪的动作哈，因为细菌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麻烦哈。假设你没有做完全的消毒，其实它很容易因为你剪的时候，然后就因为有伤口，然后就直接进到那个植物体头去哈，然后造成你的植物体死亡哈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我建议的话，一定是要烧到比较偏接近红色的状态，再去做剪哈，再做剪辑哈。OK， 这个够热了哈。够热以后呢，我们看这一颗，这个是它的高牙哈，我们把它拿下来。基本上呢，你可以把整只牙剪下来。如果你只是要做小小的板子的话，假设你只要做这种小型的板子，你可以剪这个细牙的剪一点点就好了哈，不需要剪到那么多。假设你要钉整条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整条剪下来，像剪到这么长的长度哈，它就剪下来就这样子哈。那这个长度呢，其实你可以把整个把它钉到这种长的板子上，像这种长的板子上，好，就把它钉上去，或者是把它绑上去哈。那通常这种长的长度，我们基本上这种剪下来，我们会放1天到2天，让它干燥哈。基本上让它的伤口做一个干燥的状况哈。但是其实不用也可以，因为你可以把它的伤口的地方不要包水草，它就比较不会造成它的细菌性的干扰。这样剪下来，好，这样是2只高牙哈。那这边应该还有2、3只高牙，看一下下哦。好，好，这个是有，看一下，这也是高牙的哈，对，这也是高牙的状态哈，好，把它剪下来。好 ，OK， 这3只呢是它的高牙，那剩下这个你就等它伤口愈合，让它继续成长哈。OK， 这个就是它的高牙哈。那有几种做法，一个就是把这个整个小的高牙取下来，只要取这小段就好了哈。假设我只想要取这小段，像这个高牙很多，我只想要取这个小段，我就把这个剪下来，需要一小段就好，不需要太多，这样子哈。这样子的大小，你可以植到小的蛇木上哈，小的这种树皮上。然后呢，你需要什么呢？需要一些的水草，记得这个水草要压干哈，好，要把它压干。压干后，尽量以不伤根的方式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把它放到上面去，好，尽量不要伤到根部哈，尽量不要伤到根部，然后轻轻的这边也是压干 ，OK， 把它包上去，好，这样子包上去以后呢，接下来你需要的就是一个细的铝线，把它绑起来哈。有些人会问说，上板到底植株的要朝上还是朝下哈？我的建议是朝下。为什么建议是朝下呢？因为植株的如果它的顶芽是朝上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因为下雨或者是积水，然后造成它的芽积水，那积水就会烂掉哦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哈，不要把芽朝上。我个人是这样建议的哈。这样子，接下来把它绑起来。缠住就可以了哈，轻轻的哈，记得不要伤到它的根系哈，尽量不要伤它的根系，好，轻轻的不要伤它的根系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接下来是打洞的地方哈。假设我需要打洞把它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是用粗的铝线把它吊起来，那这边就打一个洞，它就可以把它吊起来哈。那这个是一个小芽的做法哈，这个是一个小芽的做法哈。那简单的小芽的做法是这样子，一根下去，接下来记得把它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，不要是太热的地方，让它先把根系攀上去哈。攀久了以后呢，就会长成什么样子呢？就是长成像这样子，好，像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它根系就攀上去，可以看得到吗？哈，它根系就攀上去了。这样根系攀上去以后呢，其实你再怎么浇水都没有关系的哈。你看它根系整个都是攀上去的哈，这个根系整个攀上去。其实这个水草要放多放少，就看你的状况哈。基本上看你的环境，你的环境比较干的时候，尽量不要放，就放多一点点哈。如果假设你的环境是比较
比较没有那么干的话，你可以放少一点没有关系哈，尽量不要直接上板不放任何东西哈，因为在我们的环境中很容易因为缺水分，然后造成植株还没有在成长，尤其是这种小苗的时候，它很需要很足够的水分，如果不够足够的水分，它很容易死掉哈。所以呢，尽量我只建议是，这个水草上去以后，像这个哈，这个绑上去以后呢。像这个枝芽，先不要让它过2天，它就会收掉了哈，它的那个伤口就会收掉，所以就不用理它哈。那接下来绑好以后呢，把它吊起来哈，记得不要放在太阳，刚开始不要放在太阳太大的地方哈。那让它比较大概在，我觉得是不要太阳太大的地方了哈，让它基本上让它成长一段时间以后，它根系就会爬上去了哈。OK。那这是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做法就是将小的植株上板，好 ，OK， 这是第一个做法。好，那明天我们再介绍上大的板子，是上大的板子状况其实是一样的哈，那只是因为它板子比较大嘛哈，所以缠的方式会比较复杂一点。OK， 那今天大概就像现在这样子哦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哈。好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最主要为什么这么快呢？因为我电脑快没电，我的相机快没电了哈。OK， 感谢您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留言给我们哦。好，谢谢你。